才前几个视频刚说到有些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了，今天的新闻，广福公寓拆梯引起爆炸。那时候我说什么？我说保留导轨和保留门套能够减少拆梯用一缺氧气的概率，甚至可以不用。然后保留不保留技术问题是小事，3000亿国债更新电梯，小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搞到最后一缺氧气拉进去，老人小孩居民都在，这个绝对会有万一，会产生不和谐，会产生恶性事件。上次发这个段子，很多人说那个不用也可以，用切割机割我手动拆螺丝都把它拆掉。但是要面临的市场，现在40拆电梯的哪个不动一缺氧气拆一台电梯还要反过来给多少钱出来？那他如果不用氧气一去拆，用其他任何一种方式拆，他都反不出这个钱了。这个应该谁管？这个就是在推进和谐、推进3000亿国债执行更新的过程的相关部门就应该来管。管理的方式很简单，更新电梯的过程当中，一缺氧气一律不能进小区，就把它管好了如果说让市场自然的去发展拆梯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政府申报里面也没有专门的拆梯申报的内容，都含在电梯更新里面。但是呢，电梯安装的公司呢，一般都不拆电梯。那最简单的管理方式，就先把这件事情给定了这件事情先定了，一缺氧气不能进居民小区。那么这个也是我在说，为什么北上广深通过5-6年的电梯更新之后，大家都越来越有清楚的认识了，只有保留门套和导轨是在更新的过程是感受是最好的，最无感的，衔接是最快的然后呢最快速的能够交付使用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北方或者说一些内地很多的刚更新改造刚开始，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还在那里争辩这个导轨了，这个门套了，万一锈掉怎么办了，那个导轨有点受伤怎么，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调整或者说更换某一根是能够解决的门套锈了，我们再进行一个不锈钢包一个门套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要把它全部拆掉，就是让这一个更新过程不和谐了，而且有巨大的安全隐患。我希望不管是居民也好，不管是厂家也好，不管是相关部门也好，都要引起重视。年底要到了，每个地区的3000亿的指标要完成，到时候大家都急功近利的，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一次好上加好这个运气算是非常到位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否则的话所以我当初的时候在上海、深圳，我自己去管理推进这一个业务的时候专门还培训了
一波一支团队，是专门是不动火拆梯的团队那没办法没办法，都要反钱，反到最后倒霉的是自己